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中印尼这轮双边会谈，很多人可能扫一眼就过去了，觉得又是外交辞令。印尼外长感谢中方支持主权，重申一个中国政策。中国防长也去参加了，安全合作要升级。但我看完整个互动的细节，有一个很直接的判断，印尼这次感谢不是客套，他说感谢中方在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坚定支持。这话背后有具体的压力，有具体的交换，也有一整套大国算账的逻辑。先简单捋一下经过。印尼外长公开讲，感谢中方在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坚定支持，并且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反对外部干涉。中国防长也参加会谈，这个信号其实挺明显的。防长参加外长级别的场合，往往意味着安全合作要往前推一步。中印尼之间的军事联系、军售、培训、联合演习，这些东西接下来都有想象空间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印尼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把主权问题说得那么重？这就得看他自己面临的连累压力。先说内部，西巴布亚这个地区历史上是荷兰殖民地，荷兰人撤走的时候曾经想让这个地方独立，后来印尼在1969年搞了一个所谓自由选择程序，但那个程序在国际上争议非常大。印尼官方说1000多人全票同意并入印尼，可这些人怎么选出来的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所以当地武装抵抗一直延续到今天。这些分离势力，你说它有多强也不至于占攻不了大城市，但他们长期用游击方式实施军警、矿场，甚至威胁民航人员，这就让印尼政府很头疼。再说外部，美国长期给印尼提供军款、军售、培训，但这不是白给的。美国希望扩大美军在印尼海域的活动空间，推动印尼开放基地供美军轮换。印尼心里很清楚，一旦答应，主权就要让渡一部分。所以印尼对美国的态度一直很微妙，想要好处又不想被绑死。你翻开历史看，印尼从苏加诺时期开始就有不结盟的传统，冷战时他不想当任何一方的棋子，现在也是一样的。美国在菲律宾、新加坡都有军事群在，印尼一直没松口，因为一旦松口，再想收回来就难了。这时候中国插进来，给的东西正好打在印尼的痛点上。中国可以提供政治承诺，支持印尼主权，不干涉内政，可以提供安全合作，卖装备、搞培训、搞联合演习，部分替代美国的角色，还可以在内矿产业链上深度绑定，帮印尼把资源变成工业能力。这3样东西合在一起，对印尼来说就很有吸引力。你可能会说，中国不是一直反对干涉内政吗？对，但支持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2件事放在印尼身上，正好应对他现在最焦虑的2个点：内部的分离主义和外部的基地压力。但中国支持从来不是单方面付出，我们自己的账算得很清楚。印尼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这在台湾问题上对我们是直接的政治回报。印尼是东盟最大的经济体，稳住印尼，东盟基本盘就不容易整体倒向美国。再一个，印尼的镍资源对我们新能源产业链太重要了，你用手机、开电动车，电池里的镍很可能就跟印尼有关。所以中国不是在做慈善，这是一笔现实主义交换。这个交换不是今天才开始的，前几年印尼禁止原矿出口，中国没有跟着西方一起施压，反而帮他建冶炼厂，把产业链留在当地。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们吃亏了，现在回头看，那是在提前布局。你看美国的安全缓助，表面上是帮助印尼，但附带了主权让渡条件。印尼一旦开放基地，美军轮换进来，它的战略自主性就没了。中国不一样，中国不要求印尼选边，不要求开放基地，至少在现阶段，中国给的是相当低门槛的合作，印尼当然欢迎。但这里也要说清楚，印尼不会完全倒向中国，它走的是对冲加平衡路线，
一方面欢迎中国投资和安全合作，另一方面也维持着和美国的军事联系，还拉日韩、欧洲进来参与镍矿和电动车产业链。他的算盘就是不让任何一方独家控制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就像你做生意，不会只把货源压在一个供应商身上，哪怕这个供应商现在给的价格最低。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普通人可能不太注意的细节，镍矿，印尼前几年禁止原矿出口，逼着下游产业本地化。中国企业去印尼建冶炼厂、电池材料厂，帮他把产业链搭起来，但这也形成相互依赖。印尼需要中国的技术、市场和资金，中国需要印尼的内资源，这种绑定短期看很稳，但一旦全球电动车需求波动，或者印尼资源民族主义抬头，合作就可能生变。你想想，如果哪天印尼觉得中企拿走了太多利润，要重新谈条件，那我们前期投进去的设备和产能怎么办？这就是长期风险。更别说现在全球电动车的热度本身就有起伏，电池技术路线也在变。万一哪天真的出个不用镍的电池，印尼的筹码又会变轻。再把视角拉大一点，中国对印尼的投入不只是为了印尼本身，更多是为了东盟中心地位。印尼是东盟老大，稳住它，东盟内部对华态度就不容易一边倒。但东盟内部也很分化，越南、菲律宾在安全上跟美国走得很近，中国光靠经贸和军售很难完全消除美国的影响力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顺差一直不小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海上摩擦时，我们更倾向于忍耐和管控，而不是直接军事升级。因为经济账摆在那里，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，尤其对我们自己的出口和区域稳定不利。你打开地图看，东盟这一片要是乱了，中国的海上贸易线、能源通道全都要受影响。很多人觉得南海问题就是争一口气，其实背后是实打实的饭碗问题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中国战略思维里一个很典型的特征，算大账，不止于短期收益。我们跟印尼的互动不是今天投入，明天就要回报。军售、训练、产业链布局都是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见效的东西。这种长期经营跟俄罗斯、美国、伊朗那种短期前印但缺乏后续经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俄罗斯能动手，但打完了怎么收拾局面，他不太擅长。美国能制裁，但制裁完了怎么重建关系，他也经常断片。中国是慢慢渗透，用外交、安全、经济三股线，把对方的发展空间跟我们绑在一起。这个路数不那么刺激，但一旦成了，对方想脱钩都难。这种思路放在印尼身上就是典型的战略交换。印尼拿政治支持、安全合作、产业链投资，中国拿台湾问题上的配合、东盟基本盘稳定、关键矿产供应，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。但这种赚是有前提的，前提是中国得有足够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托底，没有这个底，今天给出去的安全承诺和经济投入，将来都可能打水漂。所以终止保障还是军事和科技。一旦我们在台海、东海这些方向取得决定性优势，西方舆论也可能从吹捧美国转向承认中国。到了那个阶段，现在的这些经营才会真正变成战略资产。这里可以插一段历史，中印尼关系不是一直这么热，上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，印尼国内还发生过大规模排华，两国断交了很多年，直到1990年才复交。这段历史印尼国内有记忆，华人资本在当地也一直比较敏感，所以印尼现在跟中国走得近，但他不会完全放弃对中国的防范。这种历史包袱决定了他必须走平衡路线，而不是一边倒。加上近几年亚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虽然建成了，但过程中也有征地、成本、政治博弈这些麻烦。印尼经营层很清楚，跟中国合作有好处，但也要留后手。回到现实，中印尼这轮会谈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？
最直接的是产业和就业。中国企业在印尼的镍矿、冶炼、电池材料项目背后是国内新能源产业链的成本和供应稳定。你买电动车，价格能不能降，电池能不能不断供，跟印尼的镍能不能顺利运出来，中企在当地的厂能不能稳定生产，都有关系。另一个是区域稳定，东南亚不乱，我们的外贸和投机环境就稳。东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，顺差也大，这意味着大量出口企业的订单和工人的收入都跟这个区域绑在一起。所以你别看外交会谈离得远，其实它跟你手里的饭碗是连着的。再往细了说，中国从印尼进口煤炭、棕榈油、镍矿，同时往那边卖手机、机械、服装，这中间养活了不知道多少中小企业。区域一乱，这些生意全要打折。当然，印尼也有自己的风险，资源民族主义如果起来，中企在当地的投资回报会受影响。印尼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本地化，要求外资把产业链留在这里，不允许只挖矿就拉走。这对印尼来说是合理的，但对我们来说就是成本上升。所以中印尼关系不是一片坦途，而是一边合作一边博弈。你帮他建厂，他学会了技术，下一步可能就要跟你谈股权，谈本地员工比例，谈利润分成。这个剧本在很多资源国都有上演过。往未来看，印尼不会放弃多方平衡，他欢迎中国，但也会继续跟美国保持军事联系，继续拉日韩欧洲来分散依赖。中国的应对方式不是逼印尼选边，而是把合作的蛋糕做得足够大，让印尼离不开。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耐心。但只要中国在军事、科技、产业链上的实力继续往上走，印尼对中国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，美国能给的替代方案就会越来越贵。到那个时候，印尼就算想平衡，天平也会不自觉地往中国这边斜。最后说一点我个人的观察，很多人看国际关系喜欢用非黑即白的眼光，觉得谁跟谁好就是盟友，谁跟谁不好就是敌人。但真正的大国博弈，尤其是像印尼这种中等强国，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它会在几个大国之间来回挪，把每一方的筹码都换成自己的利益。中国要做的是要让自己的筹码足够多、足够厚，让对方在算账的时候，怎么算都觉得跟中国合作更划算。中印尼这轮会谈，表面上是外交感谢，实质上是一场精明的交换。印尼拿到了主权支持和发展空间，中国拿到了政治配合和资源稳定，这个局才刚刚开始。